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经济学小白。今天我来聊一聊孩子是上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。一开场我就表明立场，我赞成家长送孩子去私立学校。我自己本人是从公立学校毕业的，但是现在的公立学校同以前有很多的不一样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开设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费用，我们来做一个比较。在美国，私立学校一共有32461所，572万个学生，占全美学生的10%。天主教的私立学校占这个10%的38%，总共有441496位老师。每一个私立学校平均有176位学生。所有私立学校的开销是87.5个 billion， 通过捐款和学费来募集资金。公立学校有97万568所，有500600万学生，平均每一个学校有519位学生，总开销是640个 billion， 是我和你们每年交税的钱来支付公立学校的开销。一共有320万位老师，公立学校是1位老师看16到20个学生，私立学校是1位老师看12位学生。私立学校的学费每年是12350美金，最贵的是3万5美金。如果你用公立学校的开销640个 billion 除以50.600万学生，我们付12648美金来支付公立学校的每一位学生。这里要说明，公立学校是免费的，但是从纳税人的税收里面来支付。我们看出来了，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要贵。再来看一下公立学校的一些问题。第一个，家长参与不了公立学校的活动。我们亚裔的孩子学习成绩普遍比较好，原因是因为家长参与进去了小孩子的学习当中，对孩子的家庭作业很关心。公立学校的家长参与不进来，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也不了解，成绩普遍比私立学校要差。第二，公立学校的人太多。公立学校是16到20位学生对1位老师，私立学校是12位学生对1位老师。人越多，老师对孩子的照顾就越少。第三，公立学校很长时间不更新电脑设备和图书馆的书籍，私立学校的家长就会提意见，因为有付学费，所以会说为什么不更新图书馆的书籍。校长会听取家长的意见。那公立学校是免费的，家长在学校是没有发言权的。私立学校你付了学费，你对学校就有更高的期待，那私立学校就会不断的调整更新资源。第四，学校安全。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在学校是否安全，提出能不能够加强保安措施。学校会说政府没有预算，没有钱。私立学校会不一样，他们会指定接送地点，老师会安排人员看着孩子被家长接走，还有铁门和报警设备等等，家长会放心很多。第五，学校的教科书内容和 work 文化在公立学校普遍推广，家长不希望孩子接触到这些内容，比如有关同性恋题材的内容，那会将孩子转入私立学校。公立学校的英文老师90%是民主党，数学和科学老师87%也是民主党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是民主党，因为你的老师是民主党。私立学校是50-50，你的孩子有机会学到人生的价值和原则，有机会参与不同的政治理念的辩论，让孩子有机会能够学到不同的认知。第六，公立学校有很多不称职的老师，但是不能解雇，也有很多老师薪水很低。私立学校会聘用好的老师，解雇不好的老师，老师的教育水平普遍更优质。第七，公立学校取消了学生祷告的环节。我认为孩子信不信上帝是由孩子长大以后来理解和认同这件事情。当他小的时候，有些事情他不愿意同爸爸妈妈说，他可以同 God 说，他相信上帝在他的背后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第八，公立学校设计出来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平庸的智力，只是训练人的服从和顺应，使学生变得更可控和灌输主流思想。成绩好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变成了公司的好员工。所以综述上面几点，如果你有能力找到第二份工作，打2份工，
工作辛苦一点，多挣12000美金一年，送孩子去私立学校。不要让孩子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被公立学校洗脑。最后，我以 Walter Whitman 的话收尾：抵抗多一些，顺从少一些。一旦毫无质疑的服从，一旦完全被奴役，这个地球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、一个州、一个城市能够恢复自由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、点赞。